花，你不需要总是这样拼上自己的一切。这并非拼上一切，凯文，你曾经押上自己的全部，为未来夺得了半日的喘息。这一次，不过是由我来履行同样的职责罢了。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今后我都不能再动用那份力量了。没错，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除你以外烛火之娥全军覆没的时候。可一旦如此，是否那样做似乎也意义不大了。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说实话，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最大的可能，神音因其与戒律近似的特性，在作用于你身上的时候产生了预料之外的变化。或许是你的执念使然，如今消灭崩坏对你来说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几乎无法违逆的本能。但融合战士原本就是借助崩坏力量而生的存在，因此在一些你对自身的掌控有所松懈的情况下，你会被迫任由本能驱使，毁坏所能见到的一切与崩坏有关的事物，包括你的同伴，甚至你自己。如果勉强为之，也只会有一种结局，在毁灭一切外物之后，你会将自己视为最大的敌人，毫不留情地发起攻击，而伽罗罗的自愈能力又能够让你以极快的速度从受到重创的状态恢复。换言之，你将进入一个自我循环的地狱。花，石之律者，天元之人，他们都只是障眼法，对吗？石之律者姑且不论，他或许的确认为自己能与你正面相抗，不落下风，但的确，单纯击败你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也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即使用尽全力，我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让附身于你的中焉之力产生一丝动摇罢了。毕竟你意不在我。所以几度尝试，不惜以凡俗手段挑战中焉之力，你们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影子。难怪天元之人无意出尽自己的全力。幽兰戴尔，他将自己拥有的武器转借给了你吗？即使是人为崩落的力量，也难以奈何空间本身。伽罗罗能给予我的力量当然不可或缺，但若要切割无形之物，圣剑这样的利器也同样关键。你也叫他圣剑了吗？在我认为心锚的一击是以我为目的，并且加以回护时，你顺势借用它将我的影子切下了一部分。不过此刻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你似乎了解它的本质。的确，这一向不是我所擅长的领域。至少在这一层面，我比起你所熟悉的华，并没有多少变化。我只是在按照他人的指示行动而已。甚至，那道影子在脱离你之后，竟然会化作巨火的形式，这也让我始料未及。但这个时代，同样也存在天才般的头脑。凭借细碎的情报，他们也足以推测出你的破绽，也让我了解到你所付出的代价。凯文，你在支配中烟之力时，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样轻松吧？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些影子是在圣痕计划完成之后你自身梦境的巨现，但我知道，那绝不可能，因为戒律的存在，早在几万年前，你就失去做梦的客观能力了。所以，有一种猜测，听上去虽然异想天开，但在你否认自己是中烟之律者的情况下，却又变得极为可能。你现在的处境，和我在拥有神音时勉强使用人为崩落会导致的结局，恐怕并无区别吧。我想，虽然你通过某种方式得到了中烟之力，但在并非律者的情况下，你自身也和普通人一样，无力将其承担。换句话说，那份力量正在一刻不停地毁灭你的肉身。而作为奇美拉的最终产物，你体内存在着和我一样的伽罗罗因子，甚至由于奇美拉的特性比在我的身上更具效用，也因此你的身体，或者说被你融合的下位崩坏兽，在一刻不停地被摧毁的情况下，同样一刻不停地在重生。而所谓的影子，就正是你这位篡夺者的尸骸，也是属于那些崩坏兽的最后一梦。并且就如我此刻感知到的那样，他也同样正在承受着来自中烟之茧真正全能的追击。事实上，在此时此刻，我必须坚持住人为崩落的姿态，否则只会在一瞬间被那种力量挫骨扬灰。凯文，你的确没有说谎，却也用模棱两可的形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现状。你此刻仍然能维系一个人类最基本的心智，已经足够令人称奇了。看来你刚才的自我评价的确太谦虚了一些。所以，事实的确如此。对于人类这一群体所付出的代价而言，那微不足道。不过这似乎也说明，此时此刻，在与我决一雌雄之外，你们还有其他选项。这种来自茧的追击的确可怕，但换个角度思考的话，它也足够让我们逆向定位中烟之茧的所在，并且得到一个从你手中夺得中烟之力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它所带来的可能性，比我们之前预想的任何情况都要好。如果能做到这些，那的确很了不起。花，在你眼中，是什么让你对那些孩子抱有如此程度的信心？比如说，你是否能像我一样暂时承受那份力量？在亲手拿到它之前，你恐怕并不确信。但凯文，他们不仅仅只是孩子，而是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你并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在踏上战场对抗律者时，我们也并没有比他们年长多少。但你应该也明白，即使是如此不堪的胜利，也曾有多少天才竭尽所能。稍有差池，一切就会推翻重来，而我们将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除非他们能以更加坚实的姿态将我跨越，否则我就仍然是你们所有人的中烟。凯文，你、我、前文明的每一个人，
或许都有些冲动的特质，有时会为了感性的因素不管不顾，但我们从未感情用事。也就是说，你们并非是在寻求机会，而是成竹在胸。这样就好。无论如何，这漫长的一天也该结束了。凯文，你说的没错，我们从不感情用事。尽管我不想与你交手，如果我能将影子重新取回，我仍会那样去做。眼前的这一阵是你们赢了，除非我将你连同那片影子一同杀死在这里。你知道，我不怕你。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进行生死之争。我如今只看重结果。既然你们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就试着把那结果带到我面前来吧。即使未来不能改变，我也要自己决定到达那个结果的过程。他曾经说过那样的话，但我无法这么做。这也是我并不关心你们究竟要作何尝试的原因。无论如何开始，又是如何进行，一切如何告解，我仍会亲手决定。